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人提问一辈子不结婚可以吗？在下面好多的回答当中有一位53岁的大姨回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，我读给大家听一下。如果你还未婚呢，请你一定要听完。我53岁了，可能是回答这个问题当中年龄最大的。我的工作呢是公司主管，工资呢不高呢也不低。我不喜欢小孩，对婚姻也很恐惧，所以我就选择了不婚不育，主要是向往自由，还有呢就是性冷淡。由于我的性格呢比较强势，我的父母都不敢说我，后来呢总是吵架，他们也就没再逼我了，但还是最后带着遗憾离开了。有生之年呢没能看到女儿出嫁，自己呢抱不到外孙，一定会很难过吧。自从他们走后，我迷茫了，空虚了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，到底我这么多年的坚持是对还是错？我为什么不去尝试找个好男人，生一个孩子，起码能给这个家庭带来欢乐和活力？至少我现在还有家人，我到70多80多还有一个家庭。我不婚的结果呢，就是我现在没有家人了，这种深深的孤独感，不知道你们懂吗？年轻时我很独立，自己跟老乡来城市里闯荡，对家人呢也没有什么依赖，孤独也只是一时的，因为那时候老家还有父母亲，每年呢都期待着能回家。可现在这种孤独感又接踵而来，迟迟不走，因为没有亲情帮我驱散了，我回不了家了。原来我这么多年不结婚的底气不是我独立，也不是我坚强，而是我有家人在，我父母在，是他们给了我不婚的底气。年轻想要自由，中老年就会付出代价，要么自由，要么孤独。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两全其美。我不愁养老，毕竟有存款，以后呢也有社保，有退休，但是我也怕自己有一个万一，钱呢又不敢乱花。那些说一个人想花就花的，真的想得太美好了。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无儿无女的，更不敢乱花钱了。曾经生病过，以前老妈还在的时候都会来照顾我，现在她也不在了，只能自己照顾自己。曾经子宫瘤做手术，都不知道要叫谁来，最后没有办法，只能叫我的堂妹来帮忙照顾我。但她很明显不是那么乐意，毕竟我没有养过她，她呢也有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家人。当然呢也有叫护工，但是有些事儿不是叫护工就行了。老了之后呢，各种疾病是明显的多了，这种不大的手术我还能自己签名，以后不能签名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怕自己突然就老年痴呆了，就任人摆布了。也希望他们呢能够不要折磨我，给我一个痛快。我去看过养老院，贵的养老院呢，我活不到80岁我就交不起了，还没有算上这个通货膨胀费用上升等等因素。一般的养老院呢就没有那么好了，大部分养老院里都是死气沉沉的，没有活力，他们好像就只剩了一个目的了，就是等死。我看到之后都很害怕，真的不想去那里度过余生。回到家之后家里特别安静，安静到可怕，只有狗叫声，没有人语。以前父母在的时候呢还会说说话，现在静得可怕，家里有狗，这是我唯一的寄托了。再过2年他就10岁了，也要走了，到时候又是一个沉痛打击。真心想对有想法不婚的人说要么有伴侣，要么有孩子，不要什么都没有。你现在有底气是因为你有家人在，还有就是好好的陪伴家人。工作朋友再重要也没有家人重要。我现在觉得陪他们的时间太少了，以前没有条件接到身边，现在有条件了，接到身边没有多长时间他们就走了。那些经常被催婚的，也请你好好的理解父母，不要像我以前一样不懂事儿，跟他们去吵去冷战，好好坐下来去谈，不要伤他们的心。他们也是为你好，他们虽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，或者说出的大道理你们也不听，就像青春年少时的懵懂，不要像青春期一样叛逆伤了父母的心。长大做了父母后你就会后悔年少时的冲动。
大家一定听说过这个说法，就是中国单身人口啊超过了2个亿，男单身呢是比女单身啊多了3000多万。昨天呢，我是看了一篇文章呢，显示啊，就是首先呢是外国的女性啊是有很多呢是加入到中国，其次呢女性的寿命啊是比男性要长5年，所以中国男女比例啊实际整体啊是女多男少。这其中呢有至少5000万呢是老年单身女性，另外呢还有几千万职场女性啊是散落在这个机关单位，你像外企啊，还有国企、私企等等。而大量的这个单身男士啊，就主要集中在这个农村，致使目前呢形成了3大光棍体系，一是呢农村男光棍，二是职场女光棍，三呢是老年的女光棍。因为大多数这个女光棍啊，找这个对象条件真的是高的吓人，要房要车要存款，男的呢又结不起婚，女的呢又不想嫁，也不想将就，所以啊这3大光棍群体啊就没有办法去调和。前景呢就十分的堪忧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啊是一对对的成家，自己因为呢错过找对象最好的这个时机啊，而成了大龄光棍。现在的养老院啊也是越来越多了，光棍抱团养老啊也成了一种新的这个赚钱思路。若干年之后啊，他们都在这个养老院里面相见，但是无儿无女啊，养老院收不收啊，那还不一定。我经常劝那些不论男女啊，能早婚就早婚，因为当你结婚的时候啊，年轻就是你最大的资本，尤其啊是这个女人，当你事业做到比男人还优秀的时候，你相亲啊就会发现，你原本引以为傲的那些能力啊，男人都不会看一眼。你认为的这个车房啊，你自己都有，但是在多数的男人眼里啊，他们并不在乎，更多的就是想找那些年轻啊、性格温柔，而不是找事业型啊、还有强势的这些女人。男人越早结婚呢，你们就会越容易摆脱以后这个光棍的风险。年轻你们遇到的女人呢，她们可以追求爱情，不看车不看房，看重的可能就是你的某一个点，只要你疼她呀就可以。如果你错过了，那你就要去面对现实，彩礼啊、车房等等。所以啊，单身伙伴们趁着年轻啊，就抓紧结婚吧。今天呢，发生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。一位88年的姑娘呢，身高大约在这个160左右，有点偏胖。本科学历，在私企啊做行政管理的。她呢来找对象，说自己啊有些着急，亲戚家的这个妹妹啊都结婚了，有孩子了，都会打酱油了，说自己啊也不想再耽误了，想抓紧找对象。问她想找个什么样的，她说自己啊要求不高，就2个条件。一呢是想找市里有房子，没有贷款，就是全款。二呢是想找工作稳定的，要求啊是事业编或者是体制公务员，年龄和自己差不多就行。这个时候哈，旁边一位这个98年的姑娘，她就听见了。她呢是这个本科学历，身高啊大约在165左右，年轻嘛，衣品也不错，也会打扮，在这个国企上班。她呢就对这个88年的姑娘说呀，你要求条件怎么这么高呀？有多少男的房子是全款呀？那公务员他也不多吧？我找本地有房子的，有贷款我也接受，工作稳定就行。听的这88年的姑娘呀，是立马就着急了，好心劝起来这个98年这个姑娘，你呀太年轻了，你不知道物质条件对婚姻有多重要。你要找个有贷款的，那婚后啊，你们还要一起还房贷，以后生了孩子，每个月都要用钱，压力啊会很大的，你的生活质量是直接就下降了。还劝这个姑娘说呀，找个有钱的或者是有权的，现在男人啊都靠不住，万一哪天啊他对你不好，你起码还有钱花，总比嫁给个穷鬼好，最后离婚啊什么也没有，白白付出了几年青春。这98年的姑娘听了之后啊，也是丝毫不客气，就直接怼了过去，说大姐你怎么这么有经验，到现在还没有嫁出去？你比我大了整整10岁，还在私企做行政，你也没有比我优秀吧？长相身材也不如我，要求却比我高那么多，你本来就是个失败的例子，为什么要劝我怎么找对象？听的那个88年的姑娘是面红耳赤啊，特别尴尬。我听了心里是直夸这个98年的姑娘三观真的特别正。很多啊明明自己就是婚姻失败者啊，却出来散播这个毒鸡汤，给未婚姑娘的几条忠告，说婚姻不幸福，没钱的婚姻更不幸，几婚离了都能找未婚的。还有那些啊说着千万别委屈自己啊，别将就，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未婚姑娘的择偶标准啊是越来越夸张，彩礼呢是越来越高，变着法想占男人便宜，一边想要女权呢，一边又想什么都不付出，坐享其成不劳而获。
那些毒鸡汤啊，是让结了婚的想离婚，未婚的呢不敢结婚，真的是害人不浅。还有那么多的姑娘啊，信奉为真理，找对象呢都是眼高手低，不看自己是几斤几两，天天都是在做白日梦，以为自己是个仙女，满大街的男人都喜欢。真想对这位88年的这个大龄姑娘说呀，你算计的那些你看不上的男士啊，他们也看不上你，而你想认识的那些男士啊，他们更看不上你。你再这样挑三拣四啊，真的可能要孤独终生。